係咁網友嗱，我有條片講咗股市嘅下跌㗎啦。咁呢條片呢，就係講由黃金開始講起，就講到其實呢個美元危機啊，你要將嗰啲錢轉做乜嘢外幣，同埋點樣轉法。我唔係教大家點做，但係我係2個月前就已經同大家講過，我會將一部分美元轉成呢個歐羅同埋日元㗎啦。呢個就係咁我星期五就已經決定開始買啲日本股票。如果你睇個 Patreon 戶口呢，我就睇到我日日嘅買賣嘅。呢個係星期一黃金價格創下新高，主要係美元貶值到3年來嘅新低嚇，自從疫情以來嚇，而且美中貿易戰升溫，可能經濟衰退。嗰啲人嘅第一個反應就走向黃金，但我認為呢個係不可持續嘅。我最後講俾你聽點解。現貨黃金升咗2.5%，每盎司3409蚊，美國3375蚊。金價今年已經上升咗27%，咦？做孖展已經發咗達。喺印度實體黃金買氣轉弱嘅同時，中國作為最大嘅消費國嘅需求依然穩定。好啦，呢個就係我點解唔會買黃金。其實黃金啊，呢個世界嘅黃金嘅消耗有一半係做金飾嘅，而買嚟做金飾嘅主要就係中國同埋印度。當黃金升到貴到某一點嘅時候呢，啲人就會買少咗黃金，或者整啲假嘅黃金。乜嘢係假嘅黃金呢？金包銀就係啦，用金包住啲銀喺中間。咁呢個呢，就係一種假嘅黃金，喺大陸就興緊。越嚟個金價去到咁呢，係好少人買真嘅黃金。咁甚至再高啲嘅時呢，我見過啲人攞啲黃金出嚟拋售。好啦，咁就乜嘢嗱？世界黃金一半喺金飾度啊，咁呢就係有1/3度咧，就係擺喺乜嘢度嘅？就係擺喺 bullion 嗰度，即係有1/4度咧，就唔係就係用金幣啊、金條形式存在。然後咧就仲有呢個1/4度咧，就係喺嗰啲中央銀行嗰度用儲備。其實就咁樣。今次嘅推動咧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主要係 ETF 嘅推動。啲人覺得黃金升值去買黃金嘅 ETF， 咁黃金嘅 ETF 咧就買黃金。Donald Trump 喺社交平台話談判同成功嘅黃金法則，擁有黃金者制定規則，刺激金價急升。呢個係9唔搭8嘅事啊！結果金價破頂啦。宏觀策略師 Simon 威話，同20世紀70年代比咧，黃金近期嘅漲勢咧相形見絀。嗰陣時黃金1年就翻咗3-4倍，你要知道點解啊？嗰陣時我有份炒金喎，係輸錢嘅，輸咗我幾萬蚊嘅。呢個係主要就咁，因為黃金咧 Bretton Woods Agreement 咧35蚊美金兌1盎司，到咗 Nixon 嗰陣時咧，佢就放棄咗，唔兌換啦。黃金咧就自由 free floating 之後咧，呢個美國10年嘅通脹變咗係滯脹，同埋咧，然後咧就係去到伊朗革命。呢個伊朗革命，黃金就一衝而起。呢個就係過去3年咧，全球美元計價嘅儲備資產減少4500億美金，黃金儲備增加咗7000億美金。呢個係點解咧？呢個我講俾大家聽，就係咁。就主要係俄烏戰爭啊，就發現咧美國同歐盟咧就可以封殺你嘅外匯存款，於是有啲獨裁者咧就將啲錢咧就轉做黃金，以免有咩事嗰時咧佢就俾西方國家制裁。其實呢個轉變就係咁解。喺全世界嘅外匯入邊，4500億美金唔係咩事。美元指數4月21號跌破98蚊。先後跌破99、98，比1月13號110整數關口跌咗10%。其實美元弱 ，Donald Trump 同聯儲局之間嘅關係緊張，好多投資者拋出美元資產，係7-8成啊！嗰啲對沖基金或者嗰啲 long fund 啊，
都係覺得要減少美元資產。衡量美金嘅一籃子外匯美元指數跌到97.9，美元疲弱就係因為美元信任危機。Donald Trump 頻繁調整關稅政策，4月初宣布多國實施全面關稅，然後劇烈震盪之後咧又叫停喎。嗱，日元咧就突破咗140嚇，哇！喺我買嗰時150，早個零月我喺150嗰時買嘅，我喺呢度買嘅。而家係140，佢最高嗰時咧逼近160嘅嚇，呢一個係歐羅咧就漲咗1%，升破115。野村證券認為，美日如果傾呢一個貿易協定咧，解除嗰個對等關稅咧，其中一點 Donald Trump 有出嚟講嘅就係你唔可以 manipulate 個匯率。佢好可能要求日元咧升翻啲值嘅，其實就係日本咧會應承佢嘅。如果佢哋有共識咧，日幣會快速升值，估計美元對日元啊年底會跌到137.5，其實已經唔止咁，一行起上嚟就唔止咁啦。青空銀行比較激進，不排除升到120至130。歐元咧對美元漲咗0.29。就因為美元拋售，美銀最新報告話市場參與者睇跌美金。嗱，我真係睇早過佢哋好多，睇早美元出現危機。呢個就點解你值得俾50蚊嚟 subscribe？ 一個呢啲咁嘅意見就好重要，就好多錢值，可能導致美元指數進一步下跌。好多網友都話，我幾個建議就係第一就係要減持美股。喺2個月前，然後唔好買翻 Tesla 或者將一啲外幣轉成歐羅同埋日元，呢幾個意見係救咗佢哋條命嘅，救咗佢哋大半資產嘅。隨着美國聯準會緊縮週期進入尾聲，未來咧美元可能靠弱嚇。咁究竟日元、英鎊、歐元、瑞士法郎係點呢？因此我今日作一個分析俾你聽，我唔係教你點做，我係話俾你聽我點解咁諗。非美貨幣嘅投資力有4大因素：升值潛力，佢嘅股價水平而家高定低咧？呢個貨幣你要比較佢比平時係高定低咧？佢嘅利息回報同埋會唔會打仗啊？會唔會危險啊？目前市場嘅共識係預期日元會強勁反彈。加拿大皇家銀行預測未來1年呢係會升到130，日元或者成為2025年最強嘅貨幣，咁有10% 升得就好緊要。日元目前被廣泛視為嚴重低估，經濟學人漢堡指數顯示日元對美元被低估43%，呢個係根據購買力評價模型，認為日元應該係100，而家係140。日元嘅利率回報好低喎，日本央行近零嘅利率同直利率曲線，你投資日元咧冇辦法獲得可觀嘅利息，你係要日元升值，所以我要買日本股票。於是你有3重嘅得益，第一你收息，而家我揀啲股票咧有4厘息嘅，你首先收息。第二個股票會升值，因為咧日子去到4000點咧，呢輪跌咗落嚟啊嘛，所以個股票唔高啊嘛，股票唔高嘅。第三就仲有日元升值嘅能力。日元係一種避險貨幣，全球有風險事件嘅升值。2025年4月，美國提升關稅咧，日元因為避險所以走強。英鎊升值較為有限 ，RBC 估計只係輕微升值啫。比起日元同歐羅咧，英鎊目前嘅估值咧係合理區間或者略為低估，因為2023年已經反彈咗，佢已經接近佢嘅公平價值㗎啦。呢個就英鎊佢已經反彈咗啊！喺呢度已經反彈咗。嗰陣時去到9.1、9.2嗰陣時，我哋
因為我啲女喺英國，我老婆就調咗啲錢去買英鎊，係9.1、9.2。英鎊咧唔係一種避險貨幣，所以市場風險大嗰陣時咧係不及日元或者瑞士法郎嘅。呢個就係歐羅咧。2022年嗱，我點解睇好歐羅呢？因為俄烏戰爭啊，能源危機啊，跌到落1，然後咧上翻1.1，而家1.103先幾。佢呢個係遠遠低於佢平時嘅價值嘅。叫購買力評價嚟講呢，佢仲有7% 嘅低估咗，但係低程度唔夠日元。歐元區嘅通脹回落，同埋經濟經期指數轉正，顯示經濟情況冇咁差。嗱，買歐羅仲有一樣嘢係賭俄烏停戰，歐羅咧就會飆升。歐元面臨中等程度嘅地緣風險，其實係嘅。俄羅斯係咪會同歐洲開戰？唔會咯。但歐元作為全球主要貨幣，因為佢係第2大貨幣，係美元嘅天然替代品。美元疲弱嗰陣時咧，佢就強噶啦，因為你冇得取代嘅，你冇乜嘢有咁大嘅貨幣嘅。呢個第一，世界上第一就係美元，第二就係歐羅，第三就係人民幣。不過人民幣咧唔可以自己兌換。成個歐洲嘅經濟能力係同美國差唔多。瑞士法郎係最強嘅避險貨幣，但係瑞士法郎已經好高，瑞士法郎好低利息，你收唔到息嘅，要承擔機會成本。日元呢，我認為係最值得增配嘅主選幣值，因為低估而且有政策轉向。歐元同英鎊就係收益同埋增值嘅平衡，瑞士法郎呢就係避風港，只係買少少。好啦，我哋電子消費券買3000蚊咧就送一條，就嚟冇啊，呢個賣晒啦。呢個 Cashmere 頸巾，呢個乳香骨折軟骨殺素，呢一個係乳香咧係好貴嘅嘢嚟嘅，呢個係同埋個韓牛膝嚇係好好食嘅韓牛膝嚟，5000蚊，再加多個乳香嚇，呢一個係胃酸嘅。如果你消化不良、胃酸過多，食呢個。再加一個紅心，呢個禮品裝係名貴嘅嘢嚟嘅，498蚊，係紅心嘅精華嚇。咁就買 NMN 唔使講啦，2213蚊一盒啊，食4個月喎，550蚊一個月，係冇咁抵嘅嘢㗎啦。有人做過比較嘅，我見到街度有人做過比較，我聽日 share 俾大家。係呢隻係性價比最高嘅嘢，因為佢每粒咧係400 mg。而且有名貴嘅 TMG 同白藜蘆醇，而且係大廠做嘅，唔係街道嗰啲不知名嘅 OEM 廠，好唔好啊？大家多多幫襯下。